深入了解犬细小病毒，守护毛孩子健康。秋天是个美好的季节，但对于我们的狗狗来说，却也是传染病高发的时期。这个季节里，细菌在适宜的温度下更容易生存，而细小病毒和犬瘟热尤其常见。今天，我想和大家聊聊细小病毒。这种急性传染病会让狗狗患上出血性肠炎或非化脓性肌炎，对我们的毛孩子危害很大。通过这篇文章，希望能为各位宠物主人提供详细的知识，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狗狗。细小病毒的特性，细小病毒真的是一种打不死的小强，它对热的抵抗力非常强。你知道吗？在37摄氏度下，它能存活2周；在80摄氏度的条件下，也能撑15分钟。而在粪便中，细小病毒甚至可以存活数月至数年。这样顽强的病毒对很多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很强的抵抗力，尤其是乙醚、氯仿和酒精类的消毒剂。这让我们的清洁工作变得相当棘手，但也绝对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。感染特点：细小病毒一年4季都能发病，但特别容易在冬天和春天传播，尤其是幼犬，它们是最容易感染的群体。如果小狗还没有完成疫苗接种，感染后死亡率非常高。统计显示，6个月龄以下的幼犬感染细小病毒的比例可高达75%。成犬虽然感染几率较低，但如果疫苗失效或者没有完成免疫，它们同样面临感染的风险，只是症状可能不那么明显。传播途径：健康的狗狗接触到患病犬的呕吐物、唾液、便便后，很容易被感染。宠物主人在外面接触到病毒后，也可能不小心带回家，导致狗狗感染。宠物店、路边宠物摊贩、宠物市场、犬场等地方，由于环境卫生较差，狗狗更容易感染和传播细小病毒。细小病毒的预防：要预防细小病毒的感染，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。日常的消毒、幼犬的体检和免疫、接种疫苗、外出防护以及早期就医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。日常消毒，我们都知道，细小病毒对很多消毒剂有抵抗力，但也有一些它怕的，比如氧化剂、次氯酸钠、紫外线和甲醛，这些都能有效地灭活病毒。在接狗狗回家前，先进行彻底的消毒，之后也要定期消毒。如果之前家里有狗狗感染过细小病毒，建议至少隔3至6个月再领养新狗，因为细小病毒在环境中可以存活很长时间。幼犬的体检和免疫，很多主人在接狗狗回家前并不清楚它们的健康状况。体检化验确诊狗狗健康后，才能放心饲养。特别是刚买的狗狗，或者通过领养等途径接到的狗狗，未完成疫苗接种的幼犬，要避免频繁外出。细小病毒的潜伏期为7至14天，这段时间内检测不出病毒，所以建议主人1至2周后带狗狗复查，避免病毒蒙混过关。接种疫苗是预防细小病毒最重要的措施之一。在打疫苗前1周，先为狗狗进行驱虫，以更好地发挥疫苗的效果。首次免疫的3针病毒疫苗注射完毕后，以后每年都要定期加强免疫。不要以为打了1次疫苗就万事大吉了哦。外出防护，如果必须带狗狗外出，比如去打疫苗，建议主人抱着狗狗，或者使用便携包、航空箱等工具，尽量避免让狗狗接触外界环境。外面的细菌和病毒无处不在，稍不注意就可能感染。早期就医，细小病毒感染初期，狗狗会发烧、呕吐或腹泻。如果发现狗狗黏黏的，对食物失去兴趣，要引起警惕。番茄酱样的便便和呕吐物的腥臭味是细小病毒的特征症状。随着疾病加重，呕吐次数会增加，脱水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危险因素。在家自检可以通过细小病毒检查试纸、取直肠肛门排泄物及粪便进行检测。细小病毒的治疗方案：细小病毒的治疗一般需要禁食、禁饮、输液，最好是在医院进行。
很多时候，狗狗并不是死于细小病毒本身，而是死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。禁食禁水是为了减轻肠胃负担，缓解腹泻症状。如果无法通过挂水补液，可以口服一些药物，抗病毒药物。关键的抗病毒药物包括注射犬细小病毒单抗、阿尔法干扰素和球蛋白，防止细菌继发感染。由于细小病毒会导致狗狗抵抗力下降，有害细菌迅速繁殖。为了防止细菌继发感染，可以使用抗生素类药物，如宠物专用的头孢类、阿莫西林等。适时补液，通过输液补充葡萄糖盐水、电解质、维生素 B、C、ATP 等，帮助狗狗补充液体，维持身体基本需求，纠正脱水和电解质紊乱，恢复血液酸碱平衡。中兽医结合治疗，西药在控制细小病毒初期症状方面很有效，中药在后期调理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。例如，临床上常用的白乌汤能够控制肠出血和呕吐，缩短治愈时间，有效抑制细小病毒。中西结合治疗能够快速控制病毒的扩散，促进狗狗康复。精心护理和免疫力增强。在恢复期，狗狗如果有食欲，可以喂食营养膏、肉糜、罐头等易消化的食物，帮助它补充营养，加速恢复。恢复后期，可以适量运动，保持活力。细小病毒没有特效药，精心护理和宠物主人的陪伴对狗狗的康复至关重要。细小病毒感染过程的具体描述，了解细小病毒的发病过程，可以帮助宠物主人更好地应对疾病。下面我们详细描述细小病毒感染后的每日病程和治疗措施。第一天，狗狗得细小病毒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可能是去宠物医院打疫苗时被其他病狗传染，或者在草坪里乱跑时将病毒通过鼻子带入体内。细小病毒感染初期症状不明显，狗狗会进食、嗜睡并呕吐，这时候如果不及时送医，情况会变得危险。狗狗会发高烧，体温持续上升，精神萎靡，腹中的食物会全部吐出。因此，一旦发现狗狗呕吐，应该立即送医。第二天，确诊为细小病毒后，医院会开始打针治疗。治疗过程需要持续几天，费用较高，有的宠物医院可能会花费数千元。尽管如此，宠物主人应该尽力为狗狗治疗。有时，网络上有人用庆大霉素治愈细小病，可以尝试作为补充手段。第二天，狗狗会继续呕吐，医生会禁止进食和饮水，因为输液中的葡萄糖成分能够维持生命。第三天，狗狗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虚弱，呕吐加剧。这时，狗狗体内已经没有食物，吐出的都是带气泡状的浓痰，伴有恶臭。狗狗需要安慰和陪伴，每天打针可能需要6-7个小时。宠物主人需要一直陪伴在狗狗身边，因为狗狗会无精打采，不再在笼子中乱跑。第4天，这一天尤为关键，有的狗狗可能会出现好转，但如果没有好转，病情会加剧。狗狗会开始拉血便，类似番茄状且极其刺鼻。如果病毒没有得到抑制，狗狗的生命会很快结束。第5天，如果体型较大的狗狗度过了危险期，接下来只需再打2天针巩固即可。但如果病情仍未好转，估计生命将面临终结。此时，宠物主人可能需要面对一个艰难的决定：放弃治疗。这是因为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一条生命。第6天，如果狗狗开始表现出对食物的兴趣，比如闻到狗粮会使劲地闻，说明病情有了好转的迹象。此时可以尝试给它少量食物，观察它的反应。如果打了5天针后，狗狗仍然在拉血便，说明它已经奄奄一息了。特别是3个月大的幼犬，得了细小病毒后，死亡率高达80%。不过5个月以上的狗狗存活率会显著提高。第7天，如果狗狗在第7天完全恢复，它会重新变得活泼好动，吃东西也会恢复正常。
但如果没有挺过来，宠物主人可能会非常痛苦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学到预防是关键。没有打疫苗的狗狗不要带出去乱逛，不要让它在地上找食物。细小病毒一生只会感染一次，治愈后要及时完成所有疫苗接种，确保狗狗的健康成长。及时接种疫苗。接种疫苗是预防细小病毒的最有效方法，请确保你的狗狗按时完成所有疫苗接种，并且每年都进行加强免疫。保持环境卫生。细小病毒在环境中可以存活很长时间，所以定期消毒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狗狗的生活区域，要使用有效的消毒剂，如氧化剂、次氯酸钠等。减少外出接触。在疫苗接种完成前，尽量减少狗狗外出和其他狗狗的接触。外出时可以使用便携包、航空箱等工具，避免直接接触地面和其他动物。注意饮食卫生，不要让狗狗随意在地上找食物，尤其是在公共场所。提供干净、卫生的食物和饮水，避免食用不明来源的食物。早期发现和就医。如果发现狗狗出现呕吐、腹泻、食欲不振等症状，应立即带它去看兽医。早期治疗可以大大提高存活率。细小病毒是一种对狗狗危害极大的传染病，特别是在秋季和春季高发期。通过了解细小病毒的特性、感染特点、传播途径、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案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毛孩子。狗狗是我们的忠实伙伴，它们的健康和快乐需要我们用心呵护。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各位宠物主人了解细小病毒，从而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狗狗健康成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要记住，每一条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价值。如果你在路边看到一条饥寒交迫的流浪狗，请伸出援手，给它一份温暖和关爱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为狗狗们创造一个安全、健康、快乐的生活环境。